还是继续？哥，都是也给的机遇，只是可惜因为爱的痕迹。好好透个气，让情绪暂停，有心里里那种痴心的机遇，我真的不行。一望无际，刚放晴的晴天里，把心情清晰的感情，好好透个气。知道我可能错了，只要你回来，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决心都是也给的机遇，只是可惜因为爱的。说吧，有什么事情能让布大设计师来找我？杨幂，上次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当时我确实以为你说和易子赫在一起是气话，没在意。但这个不是我这次来找你的原因。我知道古巷需要人负责，那我应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网络上的新闻你应该也看到了，大家都认为这件事的根源在我推荐的建材上。既然这样，我觉得由你出面组织公关文，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这样古巷也有复工的希望，品上就能打破现在的局面。我听明白了，你是觉得这次你肯定逃脱不了，所以倒不如留我一个人情，对吧？建材的选取上我确实没有严格的审核，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承担。好啊，我同意。喂？什么？对不起，陆岑阳在品上的旅程要到终点了。古巷是我爸爸生活过的地方，我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没想到在古巷的使用材料上出现了问题。这跟之前大家在网上声讨的设计师没有任何关系。不然设计师在此之前就已经离职。后续的相关流程都是由公司审核过后才落地实施的。现在出现了问题，我有直接责任，没有理由把责任推卸给任何人。所以我会承担起相应的代价。从今天起，我将辞去品上的一切职务，今后也不再过问公司的任何具体事务。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公司同事、合作方，还有朋友，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品上。陆岑阳在此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各位，珍重。这下你满意了？关于品上在项目上出现的问题，我已经挑不出新的毛病，我会尽快提交给相关部门。我持有的股份，我会尽快交割给思琪，当然也有你的份儿。我付出了我的代价，希望你遵守约定，让古巷顺利复工。古巷复工的事情，我已经有想法了。再说，你现在想管，也没有任何资格。品上是爸爸留给你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有什么在你心里比品上、比爸爸更重要的。今天，你却为了不染，放弃了品上，抛弃了我。是我低估了不染，低估了他。
你心中的位置。秦寻，你怎么在这儿？你来找陆层阳了吧？他已经走了。他辞职的事情又跟你有关？可以这么说。秦寻，上次我应该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非常感谢你维护我，为我着想，但是我不开心。现在因为我陆层阳离开了品上，没有他的品上怎么办？古巷改建又要怎么办？算我求你停手好不好？可以啊，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我什么都听你的。你别闹了，我很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不然，我一直都说过我很喜欢你，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是走向了陆怎样，他到底有什么好的？你为自己怎么选择都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要带上我，也不要盯着品上。不然，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是很执拗的人。你想让我收手，可以，你只要答应跟我在一起，不要再想着陆怎样。我秦寻一定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你说的没错，我们都是很执拗的人，所以我学不会拿感情当筹码。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商业的丛林法则里面就没有对错之分，在感情中也是一样，只有强大的那一个人才不会受伤害。不然，有朝一日你会明白，你选择我，你才是那个能跟话筒说不的不然。原来我们也有这么话不投机的一天。你忙吧，我走了。不然，你选择我，这是在选择更多的主动权。我不稀罕这种主动权。老许，陆层阳来过吗？没有。你们什么意思？公司的项目一天比一天少，我们可不想每天来公司只能看新闻。安静的只剩下呼吸，独行的流云候鸟倦了息，各自平移的旅行。走，走。我们的回忆快要过期，时间给我们一个教训，越来越不敢确定我们的关系该叫做还是无交集的平行。好好透个气，让情绪暂停，有心领略那种缺席的际遇，想独自在一望无际，刚放
你到底在哪儿啊？闭上眼，我真的不行。刚放晴的晴天里，把心轻轻写的感情，好好透个气。我知道我可能错了，只要你回来，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决定孤独是也给的机遇，只是可惜沦为爱的痕迹。陆晨阳搞什么飞机啊？他现在比我们都惨，活该的。说到底是妈厉害，利用我们试探陆晨阳的深浅，再不计代价的捆绑陆晨阳的可心，打蛇打7寸。但陆晨阳就这么认输了？管他呢，妈让我们听话点儿，我们坐收渔翁之利不好吗？你少在那儿自欺欺人了。陆晨阳是输了，但是这秦巡上位对我们有好处吗？那我们怎么办呀？一个小人物翻不起什么大风了。等着吧，我倒要看看妈最后会怎么处理这个秦巡。华董，这些都是品上过去的合作项目，请您过目。陆晨阳把他手里的股份给你，以为你会手下留情，却没想到，反而变成你对付品上的利器。品上目前的合作方，在听到公司大股东对他们的经营感到没有信任度的时候，抛售股票，纷纷选择与易华合作了。你这么卖力，我也不能小气啊，不能亏待了我的大功臣。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上面的字，字字真金白银，含金量十足。本来是给我的大儿子准备的，我现在对他不抱有任何的期望。你拿去吧，这样你追不然更有底气。谢谢华董。不过说到这件事情，可否请华董把股项改建的后续交给我来处理？你想怎么做？目前这个项目因为网络发酵热度特别高，是一块名副其实的烫手山芋。目前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让它彻底的拖垮品上，待我为易华吞下节节败退的品上，到时候就会有更多的精力。我会尽力的修复华董和闵德叔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也想成为闵德叔的女婿。家庭和睦，我手里的股份才能更有含金量。你小子真会呀！那好，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喝庆功酒。我的这位同学用中医的办法调节心脏活动，是很有一套的。被他救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你放心好了。谢谢马医生的帮忙。不客气，这是陆总千叮咛万嘱咐过的。您最近见过陆慈阳吗？我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上他了，你有他的消息吗？真不好意思，他交代我为你妈妈预约看病是2个月之前的事了，最近我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谢谢你，马医生，辛苦了。这个没有责任心、没有道德感、没有同理心的陆彩阳，把项目和妹妹丢下，自己跑出去玩消失。我
想为品上完成古巷改建项目。你来干什么？谈谈合作。品上辛辛苦苦做成的项目，却在竣工之前被你轻易拿走。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格局打开啊！两家企业能够携手合作，造福社会，是桩美谈。妹妹何必这么计较个人得失？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现在知道被人设计陷害、蛮横夺取是什么感觉了吗？请你离开。品上上个月有30%的客户选择转投易华，这个月有50%的合作项目或转投易华，或不再续约。再这么下去，你怎么对得起爸爸的在天之灵啊？你不配提爸爸。好，那我们就聊聊陆岑阳。他花了近3年的时间才让品上的市占率几近追平易华，在你手里差不多也就7周吧，输个精光。你做了陆岑阳3年的秘书，我相信你能力是有的，只是不巧，你遇上了我这样的对手。我不会因为你是妹妹就忍让着你。你如果想让品上这个品牌继续活下去的话，最好选择与易华合并，不然只能等待财产清算。你做梦！我是念及血缘，是唯一一个带着价来的买家。你如果错过了，品上最后的下场可能连陆氏都不如。对了，本来易华呢是不想接手这个被你们搞臭的古巷改建项目的，不过有人想要有一个完美的收尾，我让他来品上，负责古巷改建的后续事务，没问题吧？啊，到了吗？好。我不同意。你还有人吗？陆岑阳都消失多久了？现在你同不同意，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思琪，你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仗着陆岑阳对你的溺爱任意妄为了。好了，布大设计师，走吧，一起去看看你的新办公室。你让我在这儿办公？不行。你信不信？前脚我刚离开品上，后脚姚乐飞就把你调到保洁部扫厕所。让你坐这个位置是为了方便你推进古巷改建的时候没有阻碍，别想太多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明宇兄，你的儿子来看你了。你父亲的骨灰就撒在这个海里，对着海水鞠个躬吧。明德树，负心汉沉入海底的骨灰，只会让我想起我妈当年那些痛苦的回忆。我知道你恨你父亲，但我更清楚你本性的善良。如果你真的跟你父亲计较，你早就利用小冉达到你复仇的目的了。可你从来没这么做。原来你都知道，明德树。千寻，我想和你聊聊你父亲。我不想提他。我只是一说，你也只是随便听听。当初，你母亲在明宇兄破产的时候和他联系过，准备要把留给你的一切用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房子不像现在这么贵，即便把你名下所有的房产都卖掉，也未必能挽回明宇兄的事业。但是你今后的保障就都没有了，所以明宇兄拒绝了。还有，你想过没有？你妈妈一个人在国外打拼，她又是个女人，能买得起那么多房子吗？明宇兄和我说过，之前他和你妈妈因为误会，所以分开了。他对这段婚姻充满了愧疚和遗憾。你这是在为他抛弃妻子找理由。我只是告诉你我知道的事实而已。妈，我回来了。妈，我爸呢？我不是你妈。
易华的那几个项目已经发你邮箱了。针对建材材料的调整，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都说说看。这个是我们讨论很多次了。之前采用老木件的初衷，我们都赞同，但这种材料的确不好找，还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想用新型材料。虽然外观上有瑕疵，但不会出错。你们都是这样想的？是。也只能这样。思琪，你怎么想？修旧如旧，是我哥的要求。我同意换掉老木件，但不能是新型材料，因为如果我哥在，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那对材料上你有什么想法吗？要是我有，那要你干什么呢？你不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吗？行，今天先这样，都去忙吧。好。思琪留下。不然，你不要以为你坐了我哥的位置就可以对我呼来喝去。那我走。你。思琪，我赞同你的坚持，但是组长的考虑也不无道理。现在居民对我们的抵触心理非常严重，我们已经没有试错成本了，所以我决定用新型材料，但是也要保住陆总的坚持。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直接说，别绕圈子。小的时候，你和陆伯伯生活在古巷，有没有认识的木瓦匠？他们这些原本就生活在巷子里的手艺人，比我们更了解居民的需求和喜好，也能帮我们甄别出最合适替换的古木件材料。我那时候太小，即使见过，也不记得住哪儿叫什么了。但我哥一定记得，只不过现在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行，我知道了，你去忙吧。我以为你真的很爱陆岑瑶，但是他一卸任，你就和秦轩联手霸占了他的位置。不然，我有时候真的看不懂你。随便你怎么想，我问心无愧。我只是想好好的把这个项目收尾。就知道这么晚没回家，在加班。当这菜市场呢，逛这儿来了。我想去哪就去哪，你管不着。私闯办公区域，性质可是很严重的。那你报警吧，报警把我抓起来。来啊，来啊！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先吃点饭，我亲手做的。堂堂大总裁怎么沦落成厨子了？怎么收费的？要不要我订点员工餐，就当帮你拉业务了？你呀，不回家吃饭，我就只能来给你送饭。回家？陆岑阳，你……哎，不是你想的那样。陆岑阳，你真不要脸！对，我就是不要脸。我只要不然，来，尝尝。尝尝。警务室吗？
赶紧派人过来！现在有人私闯办公室。秦轩，你来真的是吧？不然呢？你现在还有3分钟。这样，你先回家，我忙完就回去。我再陪陪你吧。还有2分钟。那个，你记得吃啊。5、4，我在路口等你。3、2，记住。别吃这些东西了，一会儿跟我出去吃。不用了，还有很多工作，一会儿凑合吃一点。今天开会，陆思琪没有为难你吧？没有，我能感受到，他虽然嘴上还是很排斥我，其实心里很依赖我。那就好。这条路也太黑了，你晚上回来不安全。以后我每天送你回家。今天辛苦你，明天开始我早点回来。这个木桩子天天在这站岗吗？站了有几天了。幼稚。谢谢你送我回来。真想谢我，就请我到屋里喝杯茶吧。下次老伙计请你喝。够美。走了。路上小心点。喘不上气儿就别说话了，手电筒，照路。没事吧？路太黑了，没看清。是有点黑。我背你。干嘛？你害羞啊？又不是没抱过。那能一样吗？在我心里没变过。萤火虫。
古巷改建项目复工，我就可以撤了。接下来就靠你了，思琪。你倒是想得开，做了那么多，都是为我做嫁衣。之前事情结果不明朗，不想多说，现在可以说了。我求秦寻让我回到品上，继续完成古巷改建项目，是想替岑阳和你守住品上。古巷改建由品上而起，导致了岑阳的离任，也让品上在行业内的口碑地位一落千丈。从什么地方跌倒就要从什么地方爬起来，所以古巷改建必须要复工。当然了，我这么做也不全是为了你们和品上，因为岑阳当初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如果我现在放任不管，他就会像一根刺一样一直立在那，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会充满了愧疚和遗憾。我要守住自己的职业初心，还有岑阳的信任。其实你来品上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的设计理念，只是在之后的时间里，有太多的东西涌了进来，让我迷失了对你的判断。嫉妒和仇恨占满了我的内心。我能理解。你倒也不必那么宽宏大量，因为我的确做错了很多事情。我故意找易子赫演戏，发朋友圈让你看见。我本以为这些能把你逼走，却没想到逼走了我哥，让他失去了一切。在他辞任后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是我错把战友当成了爱情。在我独自扛起品上，孤立无援，求助无门的时候，幸好你出现了，要不然我早就扛不住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亲哥秦寻对我下手毫不留情。我本以为他是在为你出气，但后来我发现，他是在教我成长。秦寻是这么想的？不然，谢谢你。我为我的行为郑重地向你道歉。对不起。没关系，谁让你是我的小姑子呢？你真跟秦寻在一起了？不是，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生气。其实你哥他没消失，这段时间他住在我家。他住在你家？你们俩同居了？那倒也没有，没有。
在生我的气吗？你是故意讨好我的。放开！我不是讨好，我是想要道歉。之前辞职消失让你担心了，我以前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忽略了你的感受。现在，我想。 看什么看？我又没说要原谅。我先回去睡觉。可以进吗？可以。隔壁邻居王叔叔家的图纸，想让你帮忙给设计一下。你放那儿吧。哦。我的设计稿。 叔，您吃完这个再尝尝这个烤鱼，这是这个店的招牌。味道真不错。我听小冉说，这个地方是你们最喜欢的。他每次来都点一大堆，吃不完还打包回去化烤了之后接着吃。您说呢？那今天把你们喜欢吃的都点上一遍，今天叔叔买单。这是我的地盘，叔，今天您别跟我抢。哟，你还跟我打官腔啊？来。 说这陆岑阳也真是的，迟到这么久，一看就不给叔面子。我的耐心都是看在叔的面子上。大老远我就听见他说我坏话，说曹操的，来，快坐。明德说，听说你的电工学的不错呀，灯修的够不够亮啊？比你这个电灯泡亮。自从给不染安完路灯之后，
他回家再也不用害怕了。我之前开车送他回家也没见他害怕过呀。就你那个车技，以后不用你送。过河拆桥，之前要不是为了互不染，我会跟你合作。有道理，这次合作十分愉快。聊聊合作吧。我退出品商，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我就是在做我该做的。你的目标不是品商，你的仇人也不应该是私企，还有不然。他就想做一个好的设计师，不要把他牵扯进来。好啊，那就按你说的做。本来还想打击你一下，结果发现咱俩想一块儿去了，真是无聊。走了。明德叔，您得管管他。这次华董找他，我们两个商量好了要一起针对易华的，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搞我一下。唉，之前你找我合作的时候，也没说要搬到不染家呀，彼此彼此。哎，这明宇兄要是健在的话，看见你们俩这样，得多开心呢！叔，今天在这里，我想替陆老头谢谢你，也想大胆的替陆老头说一声，这些年你没错。明德叔，这些年谢谢你。按照计划，你应该都拿到了吧？之前你用品上当跳板让我进入易华，华董自然是对我深信不疑啊。加上我们敏德叔知己知彼的引导，要想调查到易华的这些陈年黑洞，也不是什么难事。不拿品上 all in 一次，怎么引易华上钩？不过，谢谢你，我没信错人。就凭你之前费尽心思让敏德叔来找我，自己又在我面前演这出苦情戏，我当然是不辱使命。来，华董，有一阵儿没见到你，终于露面了啊！怎么，是来摇尾乞怜求我的吗？当年易华吞并陆氏的教训已经够了，我不担心会重蹈覆辙。我知道敏德在帮你，品上已经败了，你靠一个被一家扫地出门的人力挽狂澜，真是好笑啊！您说的没错，我的确找了敏德叔，但不是因为他是您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是不染的爸爸。我的目标能不能达成，决定权不在敏德叔。妈，我听说金军正在易华调查过往项目资料，一旦金军反水，我怕……不可能，他没有必要帮着陆存阳和我们翻脸呢。我很羡慕华董的自信。感谢华董的信任，让我有了调查易华过往项目的机会。原来陆明宇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这些资料是敏德叔帮我在易华拿到的，相信华董并不陌生。妈，这是易华的错，我们得认。
没想到你又在背后捅我一刀。7年前，你为了陆明宇，不惜坐牢也要检举公司有问题。7年后，陆岑阳的3言2语，你又为他卖命。你是在替步慧云母女俩出头吗？你对我是又绝又狠。妈，你一定得相信我。我想做的事，一定是为了易华以后能走得更远更好。我是您的儿子，这一点永远不可能改变。我想在我的手里结束我们和陆家的恩恩怨怨，不然这一次，易华很难全身而退。华董，如果你愿意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大众说明过错，保证易华从今往后绝对不会用任何卑鄙的手段干涉任何公司的任何项目。今天的事情，我们一切好说。妈，我们不能召开新闻发布会。你们里应外合，联合起来想要打压易华，没门儿。易华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吧？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叫嚣？大哥，你帮着外人逼马，以为是在帮不然，你这是要和他们一起帮陆思琪，要壮大另外一个陆氏集团。陆思琪才是最大的赢家，到时候不然只会受到更大的欺负。你最好想清楚，不要帮着仇人的女儿助纣为虐。我和思琪是什么关系，不用心仪操心。孟总，华董，我愿意放下恩怨，和易华和解，也欢迎你们放下成见，和品上合作共赢。另外，我还想请你们帮我带一句话给易子鹤。上回我利用他逼我哥和不然分手，害得他东躲西藏，我心里过意不去，想跟他说一声抱歉。抱歉？我儿子一天到晚魂不守舍，都是你害的，你竟然敢骗他，看我不收拾你！孟总，想要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吗？陆岑阳，你用不着威胁我，就算易家认输，我还有娘家呢，绝对不会放过你。好了，这里是易华，妈，是他们咄咄逼人，我们不能好声好气。心怡，你歇斯底里不是怕我们，你对易华也不是真的关心，你最在意的是子鹤能不能继承家业，是你的自尊心作祟，才导致了一家的割裂。孟可欣，易敏才，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你刚刚喊我什么？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分不清形势吗？这不签字，咱们就完蛋了。你闭嘴！从结婚之前你就是一个窝囊的人，事到如今你还不如从前。幸亏这个家有妈和我撑着，你心里亏不亏？亏！我最亏的就是娶了你，夫妻一场，你会忍着我碌碌无为，无非就是让儿子接班嘛，啊，好让你扬眉吐气。这么多年来，你把我当过你的丈夫吗？没有，我早就说过你了。如果你还这么闹下去啊，就按你之前说的，我们离，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闹。易敏才，你疯了！我没疯，都是我们的错。当着大家面给我大哥认个错。好，你拿我认错，离就离。敏才，虽然你不聪明，但今天你实在是不该说这么愚蠢的话。妈，
我关当够了，我不想再为了易华的长久之计，去忍耐不走心的婚姻了。只不过今天我清醒了，及时止损。您要是不满意，也当没我这个儿子吧。对不起。华总，您等一下。看来你们不逼我退位是不罢休了。您误会我了，从开始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斗垮易华，从来没有。我只是想要完成我爸爸的理想。哼，这是投资人对易华和品尚一起改建古巷提出的意见。他们希望我能成为两家公司的桥梁，说服您同意两家企业合并。保留由秦巡领导的易华管理层配合品尚的管理层，重塑易华的企业文化，进行产品升级。我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我不会被你的三言两语吓倒。其实，我今天想带您去一个地方。去哪儿？您跟您孙女儿第一次联手的地方。华总，这就是您跟不染第一次合作的地方。在开工奠基仪式上，您当着我的面，第一次承认了不染是家人。见识过你的设计，陆总真是慧眼识珠啊！接下来好好做，不光要为了你的老板争光，更要为你的家人长脸。那一天，对不染的触动很大。华总，我相信在那一刻，你也为自己的孙女骄傲吧。老太婆偶尔流露一点人情味儿，也是为了场面上好看。我绝不会为了一个姓布的，去动摇大众对易华的信任。公司跟空间都只是一个壳罢了，能够真正让公司和空间活起来的是人，是对的人、对的审美，能够赋予它更高的价值和意义。福利院经过改建以后，给更多的孩子带来了更好的成长环境，让他们也越来越乐观、开朗、有爱。人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院长说，最近这段时间来福利院领养孩子的夫妻，都会遇到跟自己投缘的孩子。让更多人重获亲情，这就是我们两边协作获得的喜人成绩。华董，您难道真的不想跟闵德叔一家人和解吗？易华是我对我先生的惦念，只有一直把他做强做大，我才觉得对得起他。你的提议我丝毫不会动心，因为你太让人难料了。谁知道下一步你会不会把易家从易华彻底割裂？
华董，您的担心没错。曾经我也是福利院里最孤独的一员，直到遇见了我爸，我的脸上才有了像他们一样的笑容。我爸的死，我一直都耿耿于怀。我曾经暗暗发誓，我一定要为他报仇，我绝对不会放过易家的任何一个人。但直到我遇见了不然，一切都变了。他要我相信，我的人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我的喜怒哀乐也变得跟他息息相关。就是因为他，我才一次次的放过了易敏才一家人，一点点的融化了我内心的仇恨。陆叔叔，小雨，恭喜你啊，拥有了新的爸爸妈妈。我以后有爸爸妈妈陪我了。陆叔叔，你也不要太忙，多陪陪不然姐姐，知道吗？好的，小大人，跟爸爸妈妈回家吧。我跟不然姐姐有时间的话，一定会去看你的。去了，叔叔拜拜。拜拜。咱们回家。晚上想吃什么呀？什么都行。华董，我们从事的事业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那是不是能让我们所爱的人也享受到这份幸福感呢？我已经想好了，等我们两边合并成功以后，我就彻底退出。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不然，我要陪他到处去采采风。我答应过要帮他成为最优秀的设计师，我一定会说到做到。所以，希望您能帮我早点退休。奶奶，您跟我还有不好意思啊？当我不知道你们分手了，别叫我奶奶。奶奶，我们两个早就和好了。千寻，你去和股东们知会一声，交代合并事宜，就说我已经点头了，大家全力配合。是，董事长。敏德，你去联系一下媒体，我这张老脸再露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然，你对福利院和古巷改建上的设计充满了感情，的确让我眼前一亮。我用手段拿走了你的图纸，的确是不光彩，说明我的能耐已经跟不上了。以后的艺华，你们要用最好的设计和服务，给我做大做强。不然，我会回来纠正我今天的决定。奶奶，那以后我拿自己的设计征求您的意见，您愿意吗？我当然愿意呀。好了，我想回去补个觉了。妈，我送您回去休息。
思琪，你怎么又来了？当然是等你了。我刚从易华那边过来，发生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吧？我知道我们家做了一些对不住你家的事。这是我在易华所有的股份，虽然不多，是我的赔礼。我想把它全部转让给你，既是为易华曾经的所作所为道歉，也是用实际行动表明我的立场。这是易华和品尚化敌为友。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答应和你交往。一码归一码，这份赔礼是没有附加条件的。不过，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表个态。我对你的喜欢不是一时冲动。我爸妈因为利益之争在闹离婚，我才知道，两个不喜欢的人，即便走在一起，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的生命就像从混沌中跳了出来，有了方向，有了目标。从今往后，我会卸下一家所有的光环，从头开始去努力。等有朝一日，我变成你理想中男友的模样，你再考虑我好了。撑了这么多年，现在都放下了，也确实累了。妈这次能睡个好觉了。全家福该换了。好久不见，秦巡来了，秦巡来了，秦巡来了，是啊，好帅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听说你在准上市公司当总裁了，怪不得现在打扮都不一样了，越看越帅。是啊，过奖过奖。那个，我先去跟老许打个招呼，一会儿再来跟你们聊，好吧？好，快点啊！老许，回来了。好久不见，想我了吧？还好意思说呢，你成天孔雀开屏，我这儿都快成婚介所了。婚介所？什么婚介所？给，这是什么？里头都是你离开老伙计之后，问我要你电话号码的姑娘们。我嫌麻烦，让他们把个人信息都写了下来，说是等你回来再联系他们。怎么三维都有啊？哎，老许，你看看，这些都是铁打的证据啊！我的魅力是不是比陆岑阳要高？不过还是算了吧，心里有人就不要耽误其他小姑娘了。不然和陆岑阳复合有一段时间了，人家感情这么稳定，你也该放下了吧？来日方长。哎，老许，我是发现了，你就是偏向陆岑阳。我非得给自己立一个一往情深的人设，时刻监督着陆岑阳，让他不敢怠慢不然。你牛，但陆岑阳和不然一直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我羡慕的不得了啊！你呀，就别当那盏千里之外的灯泡了。朋友圈？
我怎么没看到有朋友圈？今天又有。哪儿呢？哎，不会把你给屏蔽了吧？来，李总裁，喝点茶，休息一会儿。现在看着你跟我，还真有一种女总裁和小男友的即视感。你要是能把我娶回家，可真是便宜你了。好，那我答应你的求婚了。干什么？怎么就是求婚啊？你不是让我娶你吗？女总裁，接电话。妈，小冉啊，你跟彩阳玩得开心吗？女王一般的待遇，心满意足。这叱咤风云的陆总当起小厮还是挺不错的。你别仗着陈阳对你好，他作威作福了。他都让我胖5斤了，我都没跟他一般见识。阿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你能感受到吗？我的心情。易子鹤，易子鹤是在向自己表白吗？我喜欢你无畏的眼睛。看来不只是表白啊。求婚？他俩的进展也太快了吧！你什么意思啊，陆森阳？傻孩子，他这是在跟你求婚呢。爸妈。快点啊！我要稳不住了，要不然我给不软带。来不及变成温柔的雨滴，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来不及变成温暖的羽翼，为你抚平叹息，为你拨去乌云。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我准备了很长时间，那些透明的，但是我还是很紧张。在我手心清晰。遇见你之前，我从来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也不会幻想在别人的身上得到希望和寄托。认识你之后，我才感觉自己的生活有了期待和意义。还记得第一次在艺华美术馆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人这么有趣啊？后来你搬进了福月阁，我是想赶你走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想要留下你，我也不清楚。也许是你奋不顾身为福利院孩子的时候，也许是喝了你的粥，也许是看到你生气乱拳发泄，也许是看到你被误会
流露出执拗眼神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年的娃娃亲没有退掉，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是保镖哥哥，我会不会早一点追到你？我们两个会不会早就在一起了？幸好我们剩下的时间还很多，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我陆层阳唯一确定的就是我爱你。给我勇气的鼓励，变成一切抱紧你。变幻的世界里，唯一不变的是你，我和你在一起形影不离。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不然在爱与被爱中交替，得不到信仰。你愿意嫁给我吗？ I wanna be your everything， 给我勇气的鼓励，变成一切。答应他，答应他。